英国首相特拉斯的上台还没几天呢，英国民众就说受够了，真受不了了，再这么折腾下去啊，结果很可能就是要么特斯拉把英国搞垮，要么他把自己搞下台。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近来英国爆发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从首都伦敦到曼彻斯特、纽卡斯等50个城镇民众上街抗议示威。示威者举这个标语就是我们受够了，拒绝支付。拒绝支付什么呀？就是拒绝支付那些很贵的那些商品特别是这个抗议这个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尤其是那些能源等生活必需品，这个价格现在是涨得太厉害了。而且更要命的是呢，在威尔士地区，几万名抗议者的诉求居然还有独立公投的诉求，这是在继苏格兰、北爱尔兰之后又一个联邦要出现要求独立的这个示威游行了。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源于特拉斯错误的政策，他光顾着意识形态第一、政治正确，却在处理国内经济民生问题上是毫无办法，而且出台了这个雪上加霜的政策。美国这是要和俄罗斯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英国这看样子是要跟俄罗斯战斗到掏光英国人腰包里的最后一块英镑了。英国呢高调的支持乌克兰，你看这个刚刚下台的前首相约翰逊在短短的4个月的时间之内，他就去了3次基辅还给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不过你要说这约翰逊吧，他呢还是有这个从政的这个经验的，他当过这伦敦的市长，知道这个柴米油盐什么价钱，这东西他不是乱来的，所以他心里明白。但是呢，为了执政就要转移视线这是他的一种政治上的操作特别去强调这个意识形态方面，这是他一种政治上的操作。那么在挽救英国经济上呢，虽说他没有办法，但是呢他也没乱来。可到了特拉斯这儿可就不一样了，就完全不一样了，简直就是给这个英国经济在这开这个药方开的这个毒药方。你看他搞了一个这个减税的政策，不得了一下子要给那些高额的纳税者们减40%几的税当然搞了不到一个也就个把星期又给收回去了。事实证明是不行的呀。对于现在要提振英国的经济来说，你这个减税根本就没用，不但没用，还出大事了。因为它会大幅度减少这个政府财政收入，从而呢会导致像养老、医疗等等基础民生开支的减少，这就是雪上加霜的一个事情随之而来呢，他还搞了一系列这个不靠谱的经济措施，就让很多评论就认为这很可能会导致英国经济的崩溃。特拉斯呢是想有所作为他不过这个人有点志大才疏这个样子。你看他老想当这个铁娘子第二，可是他光看着这个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这个强硬的一面，他没看到这个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还被叫什么？她被叫做杂货铺的女儿，因为呢小商户出身的撒切尔夫人呢，她是非常重视也熟悉社会民生和经济。按咱们的说法这是基层上来的实干型的干部这可不是特斯拉他们这种意识形态第一政治正确第一的这些人能够比的。而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呢，特斯拉还没坐稳呢，已经有超过51%的这个民众要求他立即辞职，而他所在的这个保守党的支持率迅速从60%多，哗的一下子就减到了30%，这个在欧洲政坛上非常罕见的而现在在野工党的支持率呢，已经超过了50%。如果特拉斯不尽快调整政策，很可能面临着他要辞职。当然根据现在工党他们这个保守党内部他这个党章他要是想辞他还得过1年之后才行，有那么1年一个保护期。不过他们内部也有一种办法可以把它搞下来。反正总之吧，他现在面临的你这个必须得调整你这个政策，你就这么坚持下去的话，如果还是这么干的话，现有的政策真的会让英国大出血。你等到明年大选的时候，保守党那就会败北，那你特拉斯还是要下台。欧洲这边呢包括英国在内，这好日子过得久了，这个政治开始出现这种碎片化和颓废化，很难形成有力的政治核心，也出不来什么这种能够力挽狂澜起到重要作用的政治人物。出来的呢都是这些自以为是、比较偏执、意识形态第一、政治第一的这些政客了。你像默克尔退后的德国，查尔斯国王上台后的英国，那么往后会是怎么一个走向，我们还要慢慢的来看。